你们还愣什么呢？这里面一定有人通风报信，将军都受伤了，都给我查！走，小四，快去看看军医怎么样了。我张兵，我来支援，你们别伤人。停！谁刚才说话？你们别伤人。我自由协议，我。今天我主家要是死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回去。快！主将怎么样了？一身在流血，快救救将军！快啊！你拿块布把他脸盖上。俩老子的人没死，盖脸干什么？我害怕。快点啊！你去拿剪刀、酒、金疮药、火盆。快！火盆、酒，快！将军。我把他伤口里的铁砂挖出来，你得按住他。好。不让你按住，你干什么？这样他伤口里的铁砂越陷越深，我挖不出来，难道你挖？来，快过来！好。我帮你把剑拔出来。别拔，拔了就死。要去其剑尾，慢慢把箭头推出来，再用羊肠线缝上。你流血太多，不能喝太多水，吸一下生气。你看，好多了，看起来气色确实好多了。是啊，哎，你可真行啊！我看应该是没事了。将军接下来得吃好吃的，把身体给补起来。哎，差不多。
个把月差不多了。你干什么呢？那主将看这个跟眼珠子似的，你就这么写呀？命都没了，还要什么眼珠子？按这个方子抓药，1天一服，3天退烧，心肺也就护住了。走。他们，你们没杀人吧？你把我们当什么了？那手无寸铁的娘们儿，还用得着我们动手？放心吧，一个没动。干什么呀？我也回去了。你不能走，啥时候拔了剑，活蹦乱跳了，你这条命才算留下来。看好了。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？跟我爹学的。等我好了，会重重赏你们的。说说你爹吧，他是个怎样的人？我爹是个读书人，没考上功名。他说：“不为名相，便为名医。”后来就不考了，到山下当孩子王，开了间书馆，教孩子读书，也学了医术。让你爹别教书了，什么孔夫子、孟夫子，学了也没用。来我军中当个郎中算了。你读过书吗？读过书、明白道理的人，不会这么做。要不是你们打仗，我们茶叶卖不出去，东西运不进来，人人生怕被抓丁，茶陵被烧了，全村的人哭了1天1夜，我们见谁无惧？喝药。摆在那儿吧。你不喝药，他们不会放我们离开的。疼。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一梅。没心没肺。
么事了？来人！一梅，来和我起来！将军，曹流帮的炮子炸了！将军！把刀收了。将军，起来说话吧。你还没死啊？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。那炮子儿是你点的，狗脑子还挺聪明。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之间有婚约。你私自闯我军营，本该死罪，可是看在白小姐的面子上，放你走了。走！哎，我要走，我自己早走了。我来是要把那些抓住的人都带走。将军直接杀了算了，别跟他废话。好，我与你接着谈生意。除了那些麻绳，我还能提供给你桐油。桐油多少？整个惠州城搜罗下来，少说也有几千桶吧。我卖你麻绳和桐油，你把那些女人全部放了。你当真不是探子？我是不是探子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麻绳和桐油是真的不就好了？言之有理。好，钱呢，我一分不会少给你。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。不过，你跟我做生意，若是朝廷怪罪下来，说你通敌怎么办？无妨，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。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，这笔买卖很值。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，你莫不是个傻子吧？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，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。我可以信守承诺，我希望将军你也会。他们与你非亲非故，值吗？值不值你说了不算，我觉得才算。顾大哥，好，把这姓顾的放了，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，啊，除了白小姐。是。李成，白东，李成，我的意思是所有女人，包括白一梅。顾大哥，李成，顾大哥，你儿无信你，李成。待我伤势痊愈，自会放你回去。先生，梅她，在军营替人疗伤，要过几日才能把她接回来。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吓死我了！只要我一起上村，就一定会护她周全。您不用太过于伤心。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呐！我要是死了就好了，我要是死了就好了。
哥，你就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看我后来我壮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，你看把我给打的。哎，哥，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！要不你打我吧，你看我还不还手？你别烦我好不好？外面嚷嚷什么？是老大回来了吗？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真的担心死我了。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，我说你刚回来，你胃子还没捂热呢，哪来的生意可做啊？哦，我城里有个朋友，让我进一点麻绳啊、桐油什么的，我就想着赚到了钱，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。这兵荒马乱的，难为你有好朋友。是谁呀？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？姓李，叫李成，那个广西人，也是刚来安徽的。他这人挺好客，所以多留了我几日。你在唬我你？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，咱心要放正了。没哄你，我跟他合伙做生意，也没拿他什么钱。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，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。娘，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啊，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，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，她要给人治病，等她一回来，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。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！娘，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。这几年，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。你看我身上的大褂，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拿的。你要好好待他啊，不然我不答应。你说的哪儿话呀？我也不敢呢。你喝口水吧。对，娘，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，我们订了200棵茶苗，得拉回来。啊，对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拉回来了就得马上种上，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场。啊，想想我真的老了，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，一转眼2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。你就记着那个样吧，反正到什么时候，我跟老二在你面前都是孩子。这是刀和针，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，用火烧一烧，好长时间不使了。哎呀，我这个手啊，有时候抖得厉害，也用不得了。这些瓷瓶里的药啊，一梅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还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去寻。有师弟子夫妻老，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，放心。你呀，就是变着法儿哄我。虽有家弟子，奈何无农桑啊！老师是个没用的人。陶渊明说：“误入尘网中，一去30年。”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？有些老话得改改了。等把一梅接回来以后，我打算好好的整顿茶园。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。这天底下，甭管谁打仗，总得有人喝茶吧？您就等好吧。
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，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住，姓廖，你们可以去请他。早些年他来炒茶，你娘和评委也见过。好啊，我正想学炒茶呢，可以拜个师。廖老头脾气倔得很，我不盯着，怕是他都不教你。说起来这几年战乱，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。也罢，他若是不教你啊，我就拿这个拐棍啊打他这个屁股。忍得住吗？疼得很。早就该拔出来了。这儿得用药，先把皮肉咬掉，往往试试一把，血分出来，人就没救了。来，拔。我下手拔了，你要不要找个东西咬上？我连疼都怕，我还怎么带兵打仗？拔！老黄，是司令，我已经跟手下人交代过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会送你回去。你摸到天亮之前，伤口不再炸开就没事了。头回觉得喘气儿还能这么舒服。喘气本来就舒服，吃饭、晒太阳、喝茶都很舒服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老天爷造了人，又在地上长了庄稼，长了果子，让人解饿，又长出棉花，给人取暖，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？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，哪里懂得这些？我不是小姐，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？我爹是个书生。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。在我出生的地方，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，男孩长到6、7岁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。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边，我2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，最小的才4岁。我娘是借了高利贷，才勉强买了2口狗碰头的棺材，他们给埋了。什么是狗碰头？棺材板要是厚，那倒还好。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，埋的也浅，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。野狗循着味儿过来，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，拖住里边的尸首，胡思乱追，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。我和我那2个哥哥拼了命的干，拼了命的干，也还不上他高利贷。什么是高利贷？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，便引着我那2个哥哥抱着炸药去扎山。
他俩躲闪不及，被炸死了。我娘心灰意冷，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，让我睡着，投河自尽。之后我便跟了义军。老兄弟们告诉我，这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，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。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跟你也没仇啊。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。好，我以后不再说了，你别生气，伤口裂开了就不好办了。这次委屈你了，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。有什么委屈的？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，还是会这样下来。我是个当兵的，打仗就是我的命。再说了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，好想他们。一梅，狗大哥，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哎，你爹怎么说？他让你尽早回去。你还好吧？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，我真想干什么，何必藏在身上呢？还副将呢，胆子那么小。说谁胆子小了？你再说一遍来。行了，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，让他上前说话。上前说话。将军，那麻绳和桐油，我知道了。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桐油，6车麻绳。是，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。言而有信，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。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，我想带着一梅先走了。该送他回去的时候，我自然会送他，无需多言。你守信用，我也守信用。我不是信不过你啊，我只是觉得，仗一打起来，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？把他拖出去。是啊，出去。哎，出去，出去。把药给我。将军。哎呀，但说无妨，他个木头脑袋，什么都听不懂。将军，其实这几天，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办油。哎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等船把人运过来，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。可外面都说咱们的水师被朝廷给击退了。胡说！将军，啊，你这话听谁说的？这我投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，说咱们水师反水了，这不是传闻，是真的。你看这风声传得多快啊！将军，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？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围合肥，待在这个鬼地方，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。把地图拿来。是。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？
西门安庆一事，长江上游洞开，现在往南，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。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，全军覆没，如何交代？那就打合肥。对呀，将军，打合肥吧，打合肥吧！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，让我们守在这儿，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。我们要是撤走了，朝廷的军队席卷，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，这个罪过谁来顶？我来顶。你顶？你有几个脑袋？将军，水师不会来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人家马队来了，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。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，攻下城来，大家发财。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？打不下来，要么扒了这身皮，要么换身皮。老子砍了你！将军，早就这样，将军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我从我2个弟弟死了之后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来呀，砍了我呀！水师的事情我还在查。倘若水师真的败了，我即刻拔营。可在此之前，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，老子一定砍了他！我知道，仗打到今天，大家伙心里都憋屈。可是做人都不肯活，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吗？若是只为吃一口饱饭，你们何苦加入义军？何苦提着脑袋打仗？刚才说那些话，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？倒退一下吧。你吓着你吧，打仗就是这样，要糊了。正月才戳是新年，2月才戳迎新春，3月才戳桃花红，4月才戳做茶忙，9月才戳菊花红，10月才戳小阳春，11月才戳雪花飘，12月才戳又
先生，您不要担心了。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。一梅她吉人自有天佑，平日里这么善良，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，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。你不能再去了。老虎和饿狼是不讲理的。今天不是你，他们不是改了本性，是你走运。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，你若再搭进去，我怕我是活不下去了。先生啊，别瞎想了。这天下的事儿，再大也打不过李去。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，他还能怎么样？这个理儿啊，是人和人讲，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？你看虎啊、狼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，人呢，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，连畜生都不说，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一梅被抓走了，无非有几种情况。第一，完好无损送回来，这当然是上仙、诸天菩萨保佑。第三，最坏的一种情况，尸体回来了，或者是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哎呀，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，可我怕这个第二。先生，我去军营救人的时候，3种结果我全部都想到了，包括你说的这第2种情况。我是这么想的：只要一梅可以安全的回来，她就还是你的女儿，还是我古平原的妻子。能在这乱世当中苟且活下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再去追究那些事儿，太残忍了。那我还是朝廷的钦犯，从流亡地逃回来的吗？那别人要问起我的话，一梅又要如何自处呢？先生，这些话平日里憋在心里。今日你问了，我才敢说。万一一梅，我希望你可以敞开胸怀，千万不要怪他，这不是他的错。这风有点大，就是眼睛都给迷住了。哎呀！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小女白一梅诚心祈愿，愿山涧村的村民免受一切苦难，再无饥荒，茶园得以重建，保佑全村幸福和安宁。愿爹爹身体康健，百邪不侵。顾大娘和顾大哥母子团圆，再无分离，得偿所愿。这个，在这儿犯规矩，把它收好，莫叫人瞧见。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，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。菩萨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。
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还求他做什么？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。好人。打湖州、打杭州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主将。经我手死掉的人，我自己都数不清。菩萨不会救我的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若复有人铃铛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明咒，所持道场，须断多坏，而自解脱。是三千大将军，这一者多少？去，把那把甲的几个箱子通通打开。是。你随我进来。看看啊，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喜欢就拿走。这么多？那可不，行军打仗那是要花钱的，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？我不说这些了，赶紧挑吧。我不要。不要？这些可都是好东西。你看看这个，漂亮吧？你把它收好，将来你大婚的时候，兴许能用得着。好美啊！我帮你多挑几样。这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你管它哪儿来的呢？收着便是。啊，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，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。他是死了吗？还是逃走了？他有没有被埋？还是尸骨无疑啊？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，我真不知道。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，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我征收上来的。收下吧。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，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。我的？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，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。你就当成全我吧。救命之恩报答不了，我死了都难受。给。你要真想报答我，需要多爱惜自己。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，就算这有金山银山，能值得了你的命吗？等你伤痊愈了，送我回去，咱们也就两清了。
今日便会放你回去。我们要拔营了。去哪儿？去打合肥。一会儿就顺着这条山间小路，一直向西进行40里地。我认路。回去之后，莫要与人讲起我营中的事情，更不要告诉别人你替我治过伤，否则官家会说你通敌，你那些不明事理的乡亲，更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你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何须你来担心？好，我求你件事儿，能吗？怎么，还是想让我当一个惜命的好人？戴上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日夜拿着它祈福，从不离身。只可惜我手上沾的人血太多，就算带上它，我也一样会下地狱。到时候我到地狱来找你玩啊！驾！怎么了？跑什么？有狗追你啊？白小姐回来了！白小姐回来了！白小姐，她回来了！三婶子，二嫂。徐燕，我回来了。玉梅，爹。孩子，爹，爹，爹，玉梅。外面风大，回去睡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就赶紧退了吧。再说了，老二可还没娶媳妇呢。哎，是呀。到时候别连累我们大家了。再说老大也不能被官府再抓了呀。
去打听一下外面怎么传的。快去啊！哎，姑娘回来了。您都知道了，娘。本来还打算回来给您报喜呢。刚才李婶儿他们过来，讲给我听的。啊，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说他怎么说的？你干什么呀？凶巴巴的。娘啊，因为这一次豁出性命给那个主将治病，那全村的女人才得以平安回来。但是刚才我看那些人的神色都不善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了。他们说他委身南军主教，他可能过来是接他爹去南边享福的。你们是人养的吗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要吃人呢你？不是，娘，你听我说，那个主将差一口气就死了。因为如果不救他的话，全村的女人都要被屠。那人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，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。他醒来以后能做什么？何来委身一说呢？还要什么逃到南边去？这帮卑鄙小人，我恨不得……你恨不得怎样？要杀人啊你？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吗？娘，你要相信一美。一美等了我这么多年，那么一个柔弱女子，为了救大家挺身而出，这不是菩萨心肠是什么？那就好。他娘再问你啊，你若是官府来人了，他们如果要是问起来，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啊，万一他们说他通敌怎么办啊？那些兵老爷，他们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，他们抓出来就杀。老大，你如果信他，那你就带着一梅还有白先生，你们赶紧走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娘。我半步都不想离开你。我是个人，我不是棵树啊，不想被人挪来挪去的。谁啊？老二跟人干起来了。二打一不要脸！哎呦！住手！住手！回来！你跟我一起揍他呗，哥！你听见他说的什么话？咋了？有种你再说一遍！人家不想说就不说，你告诉我。他们说白小姐和那个主将有染，那个满嘴喷粪的玩意儿，你看见了？他一个人留在军营里面，谁知道啥情况？你该回去问问自己的媳妇儿，她是怎么回来的。在军营里，如果白一梅不给那个主将治病，他们一个都回不来。你们一个个五大三粗的，自己女人被绑的时候，你们当时在哪儿？有一个敢跳出来吗？哪怕来一下。现在在背地里，唧唧歪歪的，给人家女人泼脏水啊！你们还算是个男人吗？走。打
咋了？你亲妈都不认识？他给他看病，那么有事吗？你们讲，遇到疾病，你们哪个不去？啊？再说一次！哥，人命官司咱不能吃啊！你不像我，你打人手没轻没重的。闺女啊，吃点东西吧。把门开开。哎呀，你听那些闲话还有完啊？哎呀，人不就那么回事吗？这个国家都没人管，谁还去问你那点事儿？先把饭吃了，别让爹担心。嗯，听话。先生。哎呦，不是你们兄弟俩这是上了战场了？这是？不是你。先生，我娘有请。啊？我娘有请。嗯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呦，老二啊，来，扶我一把。我来扶您。哎呀。他不肯出来，你帮我盯着点儿，莫让他寻人断剑。嗯，明白。老二啊，走。一梅，一梅，你把门打开！你真想把你爹气死啊？有事说事，关这个门干什么呀？一梅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，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人会信我的。我信啊，我信你。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。一梅，咱俩之间不问信不信的话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。别说气话了。这不是气话。你这不是气话是什么？那我问你，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，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？乱世救人，什么时候还指望过能得回报？他们不感激你，你就不救他们了？我知道，可我就是太生气了。我明白，人心歹，狗不吃。在宁古塔的时候，我想着，只要出来就好了。等到了这里以后，才发现，日子更不好过。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，这里的人，顾大哥，我还没有问起过，你流放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？倒让你先问起我了。怎么能好呢？被流放的第1年，被派去淘金。那河面上冰雪还没化呢，2个脚往里头一扎，好像同时有1万根针刺向我的脚面。那种感觉啊，死去又活来。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，我跟我自己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总有机会能和你们见面。苦了你了，一梅。活着不易，见面更不易。
你爹刚才跟我说，怕你轻生。你知道被抓走的这些天，他老人家一条命已经丢了半条了。你回来还想继续下台，你真不顾他的死活了？我知道了，我是小孩子气。一梅，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躺在雪地上，看着雪花像被子一样慢慢把我覆盖。我就抬头看天，我就想啊，在这同一片天底下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或许你已经起床了，在烧水了，准备给先生冲茶了。或许那些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来学堂了，你得拿这个鞭子挨个敲他们的脑壳，他们才能安心背书。顾大哥，一梅，顾大哥，我不会气我爹了。我想自己待着好好想想，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先休息了。亲家，流言如刀啊！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。我刚才劝他，我说你带着一梅、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，他竟然不干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劝劝他吧。我去劝他，谁来劝我呀？何况就是我们逃走了你和老二呢，那是一定会受到牵连的呀。我们都走了，祖宗的坟还在这，地在这，茶园在这，谁来照顾啊？我们逃出去，又能在哪儿落脚啊？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？哼！娘啊，白先生，老二，去烧壶水，给白先生泡茶。老大，刚才我跟白先生商量了，想听听你的意思。我的什么意思？娘，您坐。你跟一梅逃吧。啊？娘啊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哪儿也不会去。一梅跑了，你让白先生怎么办？我如果跑了，谁来照顾您啊？咱们家还有茶园呢，我还答应过老二，要教他做生意呢。好，哥，我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去哪儿啊？行，去，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，咱们全家走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娘，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？我有主意。那你快些说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成亲。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，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。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，我是他的男人。我知道这世上，只要一梅懂我，我懂她，这就够了。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呢？等到收茶炒茶的时候，大家忙作一团，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？但是如果我们跑了，
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。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，我们才害怕，因为害怕所以逃跑，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。哎呦，真是老糊涂了，咱们俩险些把孩子害了。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，谁也说不过你。就算你都说对了，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？你跟一美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。娘啊，我跟一梅的好日子，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，好好服侍白先生。白先生，您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哎呀，老嫂子，亲家母，这会儿啊，我可不听你的了。小时候我教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，这孩子主意大，谁也说不过呀。咱呐，就听他的吧。我回去劝一梅开怀，给他置办嫁妆。先生啊，您是明白人。哎呦，平原啊。哎，老二，跟我下山买彩礼去。你这轿子也太小了吧？抬只猫还行，能抬人吗？新娘子嘛，那一会儿就得了。要是抬二爷您啊，那肯定是不成的。不过这2台的轿子它就这么小，你要有钱，咱看看那4台的去。是大方点，不过我这钱都算得好好的，2台的小轿，6个吹鼓手，2个执事，2个迎亲太太，2个接亲太太，12桌酒席，差1分都不能少。你可别坑我啊！哎，您放心啊，小店的轿子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轿夫要刮头，没问题。衣服也得换新的。得嘞，这马上不就要太平了吗？你说我还能厚着脸皮赚您的钱不成？就他了。得嘞。要糊了。